由于近期在战场上处于劣势，加上担心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乌克兰政府连日以来一再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甚至表态称，将在11月底之前制定出旨在实现和平的行动计划。然而，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俄罗斯方面并不买账，并回应称其表态缺乏诚意。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在11月底之前制定出旨在实现和平的行动计划。У будь-якому випадку Україні треба зробити все, щоб швидше зупинити війну, гарячу стадію війну повністю, не в слабкій позиції. Я таке дав завдання всій команді, це команді офісу, дипломатичній команді, урядовій команді, з'єдналися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Тобто цей план повинен бути до кінця листопада. 泽连斯基强调，只要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他就无法回应停火呼吁。他表示，基辅将与有关国家就领土完整等问题展开详细谈判，但没有具体透露乌克兰将与哪些国家展开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并未参与6月在瑞士举行的第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能强迫中国参与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但乌方希望中方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已准备好与中方会面，并听取建议。关于中方是否会调停乌克兰危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9号回应，中方始终认为早日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中方一贯主张，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和对话一边，支持国际社会汇聚更多共识，共同寻找政治解决危机的切实可行途径。提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泽连斯基透露，本月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团队都进行了接触，在接触中还曾力邀特朗普前往乌克兰。І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щоб він, якщо хоче щось знати про Україну, щоб він запитав мене. Бо, а вже ж приїхав сюди, побачив. Ми передавали меседжі, і від його команди нам передавали меседжі. А він сказав, я відкритий, мій телефон у тебе, і якщо які є питання ті чи інші, він сказав, я можу звернутися до нього. 在通话中，特朗普再度敦促尽快结束战事。事实上，特朗普曾不止一次扬言，他有能力在24小时内达成协议，甚至被曝可能会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放弃部分领土，从而结束俄乌冲突。I will end every single international crisis tha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has created, including the horrible war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有媒体分析，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特朗普将削减对基辅的军事援助，这将进一步迫使乌克兰当局和平解决冲突。而对于俄乌和谈的可能性，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具体细节非常重要。目前俄罗斯还不掌握相关信息。有分析人士对此也并不看好。据俄罗斯消息报2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当天称，泽连斯基曾颁布过一项法令，禁止任何乌克兰元首与俄罗斯谈判。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俄罗斯目前占据优势，西方和乌克兰希望通过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而恢复实力。所有这些和谈的言论都是策略，没有实际行动，因此缺乏诚意。正面战场上依旧攻防交织，硝烟四起。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73次战斗，波克罗斯克方向局势最为紧张。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则显示，莫斯科当天挫败乌克兰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对俄境内设施实施恐怖袭击的企图。随着今年2月成立无人机系统作战部队，乌军加大了在俄乌战场上无人机袭击的力度。Because the battlefield's changing. It's still a war of infantry, of artillery, but now it's also a drone war. And there's drones everywhere here. In fact, this front line is about 10 plus kilometers long, and any time there are dozens of drones in the air, Russian and Ukrainian. And
That means that fighting is a lot more immediate, it's a lot more responsive from these control centres, and it's a lot more dangerous too. Positions of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forest. 俄军工兵还利用无人机探测仪清扫村庄。По дрону пролетающему работаю. Все равно кружить рядом. Ускоримся. 四周都是废墟，没有一处掩体。俄军士兵再次瞄准射击。根据2021至2025年的国家防御计划，俄罗斯计划在2025年前为每个炮兵旅、空降兵团、战略火箭军各兵团和航空兵基地编配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美日两国外长、防长在东京进行2+2会谈，期间抹黑中国和俄罗斯，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会后，美防长奥斯汀宣布将把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设立统合军司令部。这也将是驻日美军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变革。外界认为有针对台海和南海的意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8号，日本防卫相木原忍、外相上川洋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东京出席两国政府间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及所谓的2+2会谈。日方表示，为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将不断强化同盟合作，提高威慑力。美方则强调，延伸威慑是日美同盟的核心，美国对于日本防卫的决心毫不动摇。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发布的联合声明对中俄军事合作进行了抹黑攻击。有评论反问，如果美日认为结伴不结盟的中俄合作对地区和平是所谓危害，那么他们如何解释不断深化的美日同盟关系呢？美日的这样一个安全合作，它有着明确的对手，那么他们在军事安全领域升级，它一定会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不得不加强应对大国的竞争，地区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它也会导致该地区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受到负面影响。联合声明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内容是一项驻日美军的升级计划。美方在声明中宣布，将把驻日美军司令部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派出1名3星将领负责指挥，并向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汇报工作，以配合日本即将设立的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展开灵活部署，实现更紧密合作。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美日2+2还谈及台海局势，驻日美军司令部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旨在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方面也推出与之配合的计划，在明年3月前以240人的规模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成为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机构。共同社指出，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升级版联合部队总部也考虑采用与日本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相同的规模，编制也是240人。This will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to U.S. Forces Japan since its creation, and one of the strongest improvements in our military ties with Japan in 70 years.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会上，美国防长奥斯汀宣称，此举并非基于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而是反映了盟国希望更密切、更有效的合作的愿望。奥斯汀强调，美方也不排除未来任命一位4星上将前往日本，与驻韩美军配置类似。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与驻日美军司令部的3星将领只负责指挥美军不同，一旦发生冲突，负责指挥驻韩美军的4星上将对美韩双方部队都将有作战指挥权。据悉，目前驻日美军规模约为54000人，司令部权限仅为基地管理等职能，而实战部队指挥以及与日本自卫队的协调工作，则由总部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负责。由于夏威夷与日本相距较远且有时差，因此美军内部一直有扩大驻日美军司令部指挥权限的呼声。这次扩权后，驻日美军司令部将升级为一个全军种的联合部队总部，有权独立与日本自卫队合作策划大规模行动，并在美日联合军演、情报共享、作战协调等方面享有更大权限。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驻日美军司令部升级是美日军事关系迈向更加牢固的里程碑，将使两国关系从过去以展示美方军事力量为主，转变为真正的军事同盟。路透社报道指出，这次升级是在美日两国军事战略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的背景下完成的，意在加强同盟，